我去熬药。你不打算救他？我现在还不能死，但他把你看得比自己的命更重要，你呢？也不过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嘛。贪生有什么错？难道你不贪生吗？连性命都不珍惜的人，活着有什么意趣呢？是，花仙甘心为魔君奉献牺牲，可他们依旧生生世世逃不过你死我活的结局。死了的人倒是一了百了，心安理得。可是活着的人呢？你不明白，最重要的人在自己面前死去，甚至亲手送走之前，那得多绝望！卢大哥死之后，他好不容易活下来，有我陪伴，彼此遮蔽风雨。可如今，你却想让他将我吞噬。等他醒来，他该如何自处？我不太知道，你是想让他活，还是想让他死，或者生不如死？我才不要他面对这一切，但这就是你们的宿命。我不信什么宿命。我师父说了，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一定是或者不得不，只有我想要。重要的是自己的选择。我想要跟修远一起贪生，那就一定能想到办法一起活下去。那倘若你们无法改变呢？真到那时候，那就痛快点一起走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李妃，啊，你醒了？昨晚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，你先喝药，先坐下。等会儿陪我去给老头立个碑，他喜欢睡觉，咱们选个天天能晒太阳的地方。李妃，别多想，凡事都能解决的。先喝药。好。哼！这个妖女给的东西你也敢喝？师傅，哎呀，别提了，你们都干什么了呀？你翠泉师伯误以为你们是魔族的奸细，非要让我们把你们带回去验明你们的身份。与魔族有关系的人是我，不是李妃。要抓，就把我抓走吧。你老广，我求你了，你先别动怒，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你看修远都病成这样，你以为他们还能跑吗？哎呀，这真跑了！你干的好事儿！哎，那就再找嘛。这悬崖下有藤蔓，你先下去，到钢华之境等我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你干什么？修远，不要入魔！听你师父的话，好好活下去。雷修远，你个自以为是的混蛋，为什么每次都自作主张？为什么要放弃？老广，
这可是你这辈子收的最好的徒弟了，你亲徒弟。你下手别太重啊！我找我徒弟去了。李飞，李飞，李飞，李飞！萧远，你真的会魔功？哪儿学的？难不成是那白崖的异民墓？弟子也是异民，自海外而来。不可能！初封书院时，我探过你的灵根，确是凡人的血肉之躯。师父从未去过海外，怎知异民没有血肉之躯呢？住口！我见过那些异民，尽是凶残嗜血的妖畜魔物，他们不是人。只因我们相貌和你们的相貌不同，举止有异，便不是人吗？你是说，我倾尽心力教出来的，居然是我中土仙门恨之入骨的仇敌吗？师父，这世间的道理便是过刚易折，唯有我吴越庭的功法，刚柔并济，方能长久。你可愿来吴越庭？弟子愿意。过刚易折，刚柔并济。多谢师父收我为徒，悉心教导，弟子终生不忘。弟子不孝，请师父收回馈赠。你是我教出来的，怎能让你成为我仙门的大敌？长老，助我尊上断绝陈念，重归我族。李飞，老广，李飞没找着。修远呢？没反应，应该没事。倾城是你什么人？东海漫山时行，沧海漫漫，吴越庭倾城，清秋日沿河流。 日沿河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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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沿河流
来师父就是清城。魔君凶煞，以剑幕之力，无人能打。幸得好友日炎相助，斩其双脚，重挫魔主。欲以森罗大法阻止魔君焚毁剑幕，不意夜叉回复化音，剑幕之时仅剩残息。然草木何故？欲决一穷一生，钻研此物，寻借海陨浩劫之道。其后100年，欲与日炎走遍千州万岛，始终未能查明海陨由来，且因海外灵气稀薄，夜叉倾国无法生长。我2人也因与夜叉鏖战，伤重难愈，修为大减，遂返回中土，前往日炎故乡青丘隐居。数十年后，始终未有变化的果实终得化灵，灵气平平的甘华之境，也因其催生灵气。直到归至青丘300余载后，庚午年12月念午夜半，果壳忽裂，那里竟有一女婴，仙姿玉质，天生灵秀，人也，非人也。啊！此女乃天所生，自身灵气可催无穷灵气，更可吸收旁人的灵气。若是善加利用，必可以助我们提升修为，天下无敌。然剑幕重生，与人间婴孩无异，为免其重入浩劫，于决定将其抚养成人。奈何夜叉有喜此美，恐宿孽难消，于心甚忧，设下护生相克3道封印，送其离开。有了这3道封印，他们将互为牵制，今世远离，足以摆脱宿命，万无一失。忘却前尘，远离纷争，好好的做个普通人吧。
高卢雷大人乃于挚友，于为高卢设下护国法阵，他亦承诺护此子周全。昔于年老而日衰兮，岁匆匆而不返。念我长生而久仙兮，不如返于之故乡。修仙最忌被尘缘所绊，你可是要脱离凡尘俗世，成就大道的。如今却为这异类困住了心神，你这般煞费苦心的照顾他，你是将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呢？难不成你还想让他做一辈子的普通人吗？普通人有何不好啊？我家小棒槌这么可爱，以后什么不会都没事，我来护着，对不对？我家小棒槌，你明明知道他再像人，他也不过是剑木之石。我已在他尸海设下封印，你若不说，他自然不会知道。你冥顽不灵，蠢材！青才绝艳又如何？到头来，还不是要被这累赘石牵绊？你可以瞒他1日、1年，甚至100年，又如何能瞒得了他一生呢？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会护他一世。我意已决，不必再劝了。师傅之前住的胡舍峰，大家都说像棒槌，你呀，就是小棒槌。剑木天生灵气充沛，无需引灵入体，便能灵犀灵出。青丘附近妖灵，皆被其吸引净化。不怕啊！燃气3岁，逢祸岁之年，体内本源灵气骤然消失，变得与寻常孩童无异，无法运转灵气。种种特异被藏于这普通女娃娃身中。日言见我将孩子视为己出，恐我牵绊过深，修为再难恢复，屡劝我传授修行之道与他，我始终拒绝。一怒之下，日言离开青丘。不会也罢，给师傅做小徒儿挺好的呀。你说一个女孩子家一天到晚打打杀杀也不像话，踏踏实实的给我做红烧萝卜才是正事儿，对不对？你师傅穷的叮当响，再把你当女娃娃养，那咱俩喝西北风去啊？走，跟师傅赚银子去。走喽！老板，我要个包子。哎，好。小棒槌饿了。哎呦，饿了，师傅给你买吃的啊。客官，来个包子。老板，给我来俩。这个。来，嘿。这个。哎，小心烫着啊。嘿嘿。智女聪明机智，于心甚微。然诸多特异，必将令他此生难以安宁。余为倾尽所有，以一生相护。本以为闭气灵犀，藏匿红尘，可保师徒无忧。孰料苍天不佑，10数年后，竟与不可相见之宿敌重逢。自知灵宗暴露，再也无法护其周全，余忙传信日言，又恐不及，仓促留书，让小棒槌前往雏凤书院，投奔另一弟子胡家平。书院之地，有家平和左丘老友相护，想必他与夜叉少年不会再结孽缘。师
留下稚女，于心不忍。师傅，奈何翠轩寻宗符追至。师傅。翠轩自称伤重，约于前往胡舍峰故居一见，不想重击被擒。青城师兄，剑幕在哪儿？这世上亦无剑幕。你身为吴越庭弟子，却心向海外，亲近妖物，见义民目。说，剑幕到底藏在何处？此生为诸般尘缘所绊，未成大道，唯盼我家小棒槌能做个常人，一世安乐，快意平生。师父，你不在了，我如何安乐？不杀翠轩，我怎配快意平生？我要拥有无上的力量，我不想至亲最爱再在我面前死去。师父，小王断定要为你复仇。虽心想异动，余念动万象。散尾风，聚成体，携天地气运，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。乾坤万象，溯源复生。成了。还是差点。合全族之力，助尊上恢复神力，抵御诅咒，扫平仙门。心分阴阳，黑白一念。我不是夜叉，我该怎么救你们？
救救我们尊上！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！心安之处，便是故乡。京城师父，怨恨如往，困人复起，结网而归，方得自在。京城师父，记住，心之所向，才是你正确的选择。我是谁？我心向何处？修远，你是雷修远啊！记住，心之所向，才是你正确的选择。是生中昏厥，还是走火入魔？祁阳陵，你竟然和宗权一样修炼魔功！什么魔不魔功，只要能变强，谁又敢说什么？你也会噬灵？放开我！李妃师妹，想当初在珠峰书院，师兄是真心待你好的。谢谢，谢谢。你呀！崔玄，受死吧！不自量力！果然是芥末，藏得可真深啊！你害我师父半生，芥末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只要本座拥有剑幕之力，便可一统仙门。待海运通途打开，本座便可一举收服海外，铲除魔族异类。此乃仙门之正途。什么正途？全是歪理！这到底是什么？怎样？本座的囚龙锁加上风灵印，滋味不错吧？你就是用这个囚禁我师父的？
还真是师徒同心。不必心急，师叔呢，这就让你经受你师父所受的一切。没用的，本座已将囚龙风铃法力相合，除了本座，谁也解不开。师兄啊，黎飞就算是有什么错，咱们把黎飞先带回吴月亭，等审问清楚了再说，好吗？证据确凿，有什么可审的？你把我徒弟放开！崇仪，你敢包庇魔族，藐视吴月亭门规吗？我敢用生命担保，黎飞他不是魔族。冥顽不灵！师兄，老广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我在这儿，谁能把我徒弟带走？师兄，住手啊！师父，不用再护着我，我就是剑母之师。就因为魔君掌握了剑幕，才令中土仙门损伤惨重啊！而今剑幕重现于世，此物断不能落入魔族之手啊！哎，老白，说话注意点行吗？什么叫此物那物的？黎飞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是我朱玉峰的弟子。哼，你是朱玉峰长老。但你居然能被他骗了那么久！当初他吸射食草珠的时候，本座就觉得奇怪，偏你百般袒护他。您怎么又把食草珠的事给扯出来了呢？食草珠是人家黎飞平自个儿本事赢来的，是，他是剑幕，可是这些年他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吗？他做过伤害咱们仙门的事儿吗？勾结魔族，擅闯禁地。重伤杨凌，哪一条不是违规犯禁之事？况且，对我中土仙门而言，剑幕的存在就是巨大的威胁。您只是觉得他是个威胁，所以您就要杀了他，是吗？还有，您说他擅闯禁地，我就想知道，那胡舍峰的禁地之处到底藏了什么？黎飞为什么非要大费周章地闯入？他与雷修远都是来自于海外的魔族，扮我弟子，便是想窥探我门中隐秘。师弟，你该明白，正魔势不两立。倘若你继续偏袒，是非不分，可休怪本座不讲情面。怎么？您要定我一个勾结魔族的罪名吗？行啊。反正你早看我们师徒俩不顺眼了，干脆啊，您把我们师徒俩关一块儿得了，省得天天让你在这儿猜忌，寻我们的错处。哎，好了，不要为一个异类伤了同门之情，将剑幕暂且关押，咱们再从长计议吧。师兄伤势未愈，咱们从长计议，容后再定也罢。剑幕被抓。魔族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不得不防啊！我已下令，在5月祠内设下禁制，并封锁消息。不过，剑幕关押期间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5月祠。哼！东阳呢？
东阳他人呢？前日，东阳接到故友来信，说有要事相邀，过几日就回来。现在门中动荡，居然还有心思走亲访友，平日让你们悠闲的太久，轻重不分。之前利锋折损，尚难修复，眼下只有护住阿木的一息残灵，待寻到蕴含灵气的异宝，再设法重铸剑身。或许怎样，师叔？你一定要救救阿木。阿木他……嘉平，阿木是千年气灵，只要一息尚存，便有修补元神、重复灵体的机会。反而是你，被翠璇所伤，修为至少折损了4成。是我大意了，没想到翠璇所谓的闭关疗伤，竟然是将魔骨收敛于小千世界中，摄取残灵，据为己有。清城师傅多半是被害身死。先生，阿木就拜托你们了。我要去趟吴月亭，是为了黎飞？是，黎飞在青丘给我传来遥之符，现在多半被翠璇抓回了吴月亭。翠璇她一直都想独占剑幕，黎飞落在她手里，一定是凶多吉少。我不能坐视不管呀。嘉平，以你现在的伤势，去了也是于事无补。还没救出李飞，你自己就先倒下了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一定要护住黎飞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小师妹的身份，可是我却心存侥幸，一味的隐瞒逃避，实在是有负师父的重托。嘉平，令师是希望你们师兄妹2个能够不被前世所困，平安地活下去。如今魔族肆虐，仙门又频频事发，群情激愤，若在此时曝光剑幕，恐难善了。既然翠璇想要独占剑幕，那就把剑幕现世的消息公之于众吧。师父，外面都在传小师妹勾结魔族，是海外异类，还说要严刑拷打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如果黎飞真的是异类，你们要怎么办呢？师父，只要您认这个弟子，她就永远是我们的小师妹。是啊，我也相信小师妹的为人，
绝不会做出伤害无辜、给师傅丢脸的事。干脆我们去劫狱，先把人救出来再说。就你们这点功夫还劫狱呢？到时候打起来能自保就不错了。那我们现在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。看守吴越祠的是秦阳陵，万一他趁机报仇怎么办呀？你说的没错，秦阳陵这个王八蛋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师傅。此行务必夺取剑幕之力，振我地藏门声威。怀抱里的温度，我已经挽留不住。寒夜里，怎么在暖你到日出？心跳凝固，无法再倾诉。只是着你那句话，我说不出。明知爱与恨同于伤不可挡，我还眷恋着不舍着寸寸过往。昨夜星辰点点微光，当时却都是寻常。我勇敢长寸断的呼唤，愿你安康。明知是与非，黑与灰都无望，你还生死这里觉得无悔奔忙。山雨欲来风偏要挡，悬崖绝壁塞两行，纵身跳入那肝肠寸断的过往，还你无恙。我呼吸，快停住，那双手与我不住。今后的风雪舞，谁陪你共度？笑着落幕，怕你为我哭，悄悄化作空明灯，照你夜路。明知爱与恨同于伤无可挡，我还眷恋着不舍着寸寸过往。山雨欲来我偏要挡，肝肠寸断也寒长，用指尖的光搭建一个天堂，与你徜徉。